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手拿老师的正题修教室，欢迎来到三林老师的战棋小教室。我们今天的自然解说呢是要来讲 Emperor Struggle 百年对峙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胜率哈。那众所皆知，法国的胜率一向比较高，所以会对英国让 TRP， 也就是条约点数。在让一个 TRP 的情况下呢，法国的胜率有70%；在让2个 TRP 的情况下，法国胜率还是有66%。要让到3个 TRP 呢，法国的胜率呢才会掉到35%。所以法国真的是比较强势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说的这一场自然解说的是三林老师在 RTT 上面输掉的第一场百年对峙，然后非常精彩。那本持着英国拿2个 TRP 也无所谓的情况下呢，三林老师就用2个 TRP 拿到英国。那这个法国玩家是 Secudus， 然后当这个投资板块一打开的时候，三林老师就吓死了。怎么会只有一个外交只有一个外交板块，完蛋了！法国玩家一定是抢先啊，抢先就把这个外交投资板块拿走了。那这边也很有趣哦，给大家观察一下，这个法国玩家呢，他拿的是这个花了4点拿了减2债的这个特权板块，然后花了5点呢拿了这个地中海阴谋。那这个地中海阴谋是比较少被讨论到，但是三林老师也觉得地中海阴谋很强。地中海阴谋可以在西班牙跟奥地利放动乱，除了去攻击英国之外，就算英国不放，西班牙地中海动乱呢，可以放到右边的这个威望的特权板块。那往左的话呢，可以放到这个西班牙的同盟战力。西班牙同盟战力呢，在第三次战争的时候会帮助加勒比，在第4次战争的时候呢，北美跟加勒比都会帮忙，所以算是相当有战略价值的一块地啊。那同时你也可以帮助在帝国时代的庞巴杜夫人，而且一定打得出去，不像是这个侧旗，你一定要有主要行动才可以去做侧旗。所以三林老师的评价也是相当高，就是可能就仅次于在一点点的地方，这个真的是好位置。那这场三林老师没有选史威夫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次要的外交不多，三林老师更倾向去占领其他的这个外交可以放动乱的。好，那就在开局非常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打到了第4洞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，三林老师特意没有去特别扩张这个毛皮市场，然后观察一下法国玩家。那法国玩家如果毛皮只有+1，就是毛皮对毛皮的话，法国上面是3，那下面英国的话是2，3比2的情况下，那英国是可以在最后一个行动很快去反超。反超也很简单，就是先放一个动乱，然后自己再扩张一下就超回来了。那如果法国真的占领很多毛皮，那你可以送给他，所以这算是后手的一个优势啊。其他地方我也把船都派一派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回合结束之后呢，法国占领了欧洲非常好的这个特权板块，但是在所有的 TRP 以及分数的部分，算是三林老师有把它抓住。那虽然说这个鱼跟这个塔巴口烟草会加债啊，这是很讨厌，但是可能还是只能摸鼻子收了这样子。至少我拿到3个 TRP 后，欧洲的 TRP 就是法国玩家的。好，那打完第一次的战争之后，你可以看到，法国拿了这个。就是只要花一点军事就可以把别人船踢走的这一片，其实我觉得也是首选，也是在西班牙继承王位战2场战争可以拿领土的首选，可以搭配庞巴杜夫人。那第2回合庞巴杜夫人还没有开出来，所以三林老师就想说，我可能还可以再支撑一下。那三林老师也很顺利的透过战争的输掉，拿到9个 TRP， 想说，这9个 TRP 应该可以控制一下场面的局势好，不过分数是三林老师比较优先，所以去法国选。但法国我有点意外，他选了先手，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要选后手不管。那虽然说有5个外交，但5个外交实在太多了，所以选后手拿到经济或者是战争，我觉得会更好一点。好，那法国因为在第2回合同时有这个棉花跟香料，所以就是双方在一开始在印度这边，印度的这个动乱外交抢得很激烈。法国第1洞，英国把它拔掉；法国第2洞，英国再把它拔掉。那接下来法国转而跑去踩了这个有次要外交的经济
就很舒服。那山老师也只好跟上，继续去巩固自己的棉花跟香料。那法国又采了一个军事加次要外交，所以法国靠这2个次要外交呢，也已经拿了2个动乱这个外交了。那以检讨的角度来说，山老师这时候应该要拿这个主要外交啦。主要外交的话，我把它往上提一下，拿这个主要外交就可以把加勒比以及北美，加勒比可能跟这个印度2选1啊，加勒比跟印度2选1，然后把北美的这个外交拿回来。毕竟我现在还有 TRP。那一开始不会去抢北美外交这么凶的原因，是因为毛皮市场可能只有1个，那你抢到2个，第2个可能就放空地没什么用。那在法国玩家已经抢很多毛皮的情况下，这2个动乱外交其实会给法国带来很大困难，要么耗费他一堆军事点数，要么就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，然后阻止美国革命，算是很重要的外交。就事后想起来，那个时候山老师被这个点数给蒙蔽了，这个42点数比22还要多，所以就有点被蒙蔽了。但事后想起来，这个外交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很重要，还是非常重要，算是有走错的地方。好，第2回合结束，那山老师有稍微存一点 TRP， 但是上一回合法国那边有拿到一点 TRP， 所以在第3回合开场的时候，大概 TRP 领先3点，再领先1点，总共领先了4点的自由点数，还是有些微领先。但这个时候庞巴杜夫人就出来可以看到说，庞巴杜夫人这边可以拿到1、2、3，甚至隐藏的4，有可能会拿到庞巴夫人会拿到+3到+4的 TRP， 这个实在是给赛老师太大压力了。但是以事后检讨角度来说，应该就放任庞巴杜夫人在欧洲肆虐，然后赶快去巩固这个北美、加勒比跟印度，用3块区域打1块区域。应该还可以勉强支撑，但山一老师就脑冲了，抢了先手抢了先手，应该也要拿什么？应该也要拿4军事跟2外交这一片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因为刚打得太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奥地利继承王位战里面，1块加成板块都还没有放。那只要我可以放到3块，对方放不到3块，我在下一场战争我就会有一定的优势，所以应该还是要抢这个。应该还是要抢这一片。那抢这一片还有个原因，是因为法国第3回合大致上会造船嘛，要么用格布卡，要么用这个能力造船。那你如果抢了主要军事之后，他造完船之后把船开出来都要2点，实在是非常的浪费好，那山老师就是既没有拿后手，也没有拿走这个唯一的军事点数。那第3回合。抢先手就是因为手上拿了这张，这个是 Pacte Family 不管，反正就是可以在西班牙跟奥地利拔旗的时候可以少花一点。我想说，我把我存的这4点把它旗拔一拔，会不会可以追回来？事实上是没有，事实上是追不回来的。好，那山老师把它拔掉之后呢，可以看到，次要外交放回去就好了。那山老师再拔一次，结果他打出了这张事件卡，还可以再把这个。萨丁尼亚、萨福伊这边再拿回来，真的是都白拔了全部都回去了，头非常痛。好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就是北美外交平手，加勒比外交平手，印度外交输1个真的是什么地方都输。好，那打到第4回合的时候，其实分数有稍微抓住。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显著的 TRP 优势大概 TRP 跟在大概领先个2点，领先2点不太够，因为它欧洲领先的点数实在是有点多。那这个时间点呢，北美被拉平手，那加勒比已经大输了就是处于一个虽然说我分数拉住，但是整个局面已经蛮崩溃的局势了。那山一老师还是选择先手把之前没有拿到北美动乱拿回来，但是这时候真的有点太晚。然后再打出这张这张事件牌真的很强，可以直接把一个印度的从对手控制变成自己控制。想说我拿2个外交，应该在点数上可以一战吧那事实上扛不太住了，再加上最后1回合的时候，后手一定要做一件事后手一定要去抢最后一次的军事，然后尽量大概会踢对方2艘船到3艘船。那踢完之后呢，如果是法国的话，在大西洋战争就可以打平手；如果是英国的话，在大西洋战争就可以大胜。
好，那三老师很勉强的在军事的地方这边打平手，但是在这个法国跟印第安战争这一场加勒比战争里面就打输了，为什么8-5？为什么打输了？因为西班牙有2点啊。为什么西班牙有2点？因为它有地中海阴谋，所以这个西班牙就是抢不太赢他，那这边被打下来之后呢，他就索取我的这个北方殖民地啊。那北方殖民地这边一掉，这边毛皮就全掉，大概也不用玩，所以我这边只能硬生生的就是再扛了3点。好，扛完3点之后，最后一场战争，如果他翻出来的是2啊，刚好输一点。如果他战力是1的话，我还可以撑住。2刚好输一点，2BP 31BP 结束这场精彩比赛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那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在 RTT 上面一起玩百年对峙。那我是山林老师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